你知道提新车要怎么验车吗？眼看就是年底了，过年是买车的高峰期。为了避免老铁们买车被坑，今天这个视频我会讲的很详细，很详细。也就是说，提车时几个需要检查的地方一定要收藏好。提新车时你肯定用得到。首先第一步就是说看车辆的生产日期。打开咱们副驾驶车门，大家来看一下啊，一定要在副驾驶车门找到这个车辆名牌的生产日期。打开车门来看一下。这个名牌呢，就相当于咱车辆上面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上面包括咱们车辆的一个型号，咱们发动机型号，包括出厂日期都是有的。特别是这个车辆识别代号，这个识别代号呢，要和咱们车辆行驶证和大本上的一致。如果说你发现不一致啊，那说明这台车被调过包，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再检查这个车辆的出厂日期，大家看一下，像这个2023年7月份就是这辆车的车辆出厂日期，这就是咱们虽然说啊，这里检查出厂日期是为了啥呢？为了看咱们车辆这台车是不是库存车。这个库存车怎么去判定呢？库存车虽然说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但是在汽车行业，国产车超过6个月，进口车超过1年就算是库存车了。如果你发现时间超过了这个标准，你就可以跟销售谈换车，或者说谈优惠了。我朋友这辆车啊是刚提的，虽然说是一个进口车辆，但是呢，距今已经超过了1年，所以说因为这点时间，销售啊又给降了6000块钱，还额外送了4次保养啊！你说这是不是啊咱们赚到的？所以说库存车不是不能买，而是说库存车优惠要更多。只是库存啊，包弟给大家说一下，库存超过1年的车就不要买了。为啥呢？咱们车上啊都有电瓶，都有那些橡胶套、胶套，包括轮胎。你库存时间长了以后，它们都会老化。所以说库存1年以内的车都可以买。第二个就是检查咱们轮胎的和玻璃的生产日期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很简单，咱们来看一下啊。一般轮胎上面都有几个椭圆形的标志，咱来看一下。在轮胎上面找到这个椭圆形的标志，上面有4个数字，对不对？那么这个4个数字就是咱们轮胎的生产日期了。那如何去看呢？大家看一下啊，1623。那么前面2位是轮胎的生产周数，后边2位是轮胎的生产年份。那么这个轮胎也就是说23年第16周生产的轮胎。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轮胎的生产日期一定要早于咱们刚才车辆名牌的出厂日期。大家刚才看到我朋友这台车是23年7月份出厂的，对不对？而轮胎是23年第16周生产的。那么换算成月份的话，也就是说啊，大概是23年3月份的轮胎，对不对？说明这条胎是原厂轮胎，没有更换过。这里一定要注意，轮胎的生产日期必须要早于车辆整体的出厂日期。您想一想啊，这台车它都出厂了，对不对？轮胎啊，为什么还没有装在车上？那就说明有问题了，说明更换过轮胎。所以说，这个轮胎的出厂日期一定要早于车辆出厂日期，因为车辆出厂，轮胎都是装好的，包括这个啊玻璃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玻璃的出厂日期怎么看呢？有点复杂啊，但是咱们在玻璃啊，一般右下角啊，它的下角这里找到一个这样的数字和后边有几个小点，对不对？这就是看咱们玻璃出厂日期的一个方法。前面这个数字23是咱们玻璃的出厂日期，后面这几个点是它的月份。那么这个点怎么去看呢？点在前面啊，用7减去点的个数；点在后面，用13减去点的个数。刚才大家看到了，是23年后边有，咱这个数字后边有7个点，对不对？也就是说用13减去点的个数，13减去7，也就是说6月份。那么也意味着这个玻璃是23年6月份出厂的玻璃，对不对？那么这个出厂时间也是早于车辆整体出厂时间的，说明啊对得上。所以说这个玻璃也是正常的，没有更换过。第3步，看咱们车身有没有划痕受损。如果说你发现车子一直啊他们在车库停放的比较脏，你就可以要求销售给你洗完车，把车开到室外阳光充足的地方，就像现在暴迪这样啊，阳光十分充足，对不对？咱们围绕车啊转上那么几圈，你不要怕麻烦，去看看车上啊有没有那些细微的划痕呀，或者说小磕碰呀。最重要的是检查这么些凸起的棱角的地方，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些啊腰线，包括这些凸起的门缝，还有这些啊，对不对？棱角的地方，咱们检查一下，看看车身的漆面有没有小问题。如果说啊你怕麻烦，你遇到事故以后啊，你发现你出了4S店的门，你再检查出来，对不对？到时候你会更加的麻烦。最后呢，咱们一定要啊
检查咱们发动机舱，打开主驾驶车门，然后呢，在下方找到一个小扳手，好，把咱们的引擎盖给打开。因为有很多车辆它即便说是新车刚出厂，它可能说里边那些线路连接点或者说油路油管，它都有渗油漏油的痕迹。咱们检查一下这些油管连接的地方，看看它有没有渗油漏油。咱们再可以把车辆启动以后打着火原地怠速个10分钟左右，看看咱们下方会不会滴油。如果说你发现路面下方有滴油，那说明这个发动机漏油千万不能买。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把车子顶起来，看看底盘是否有磕碰，看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还是刚才暴迪说的，把车子原地启动怠速过10来分钟，就看地面有没有渗油渗水，如果有，那车辆绝对有问题。第5个就是检查车辆的行驶里程了。行驶公里数一般都在100公里以内都算正常，如果超过了100公里，那有很大几率是台试驾车，必须要求更换一辆。第6，检查整车的功能配置，你要把你车上所有的功能配置都给你的咱们可以在无论是懂车帝还是汽车之家上面检查一下，对照一下，看看这些功能和你买的车辆有没有出入，对不对？你防止花了高配的钱买了低配的车，这种情况非常多。很多被坑的老铁都是因为刚买车一时激动，对不对？非常的高兴，根本不会注意这些细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发现4S店是不会认的。第7点也是最后一点了，咱走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4S店承诺送给咱们的东西，对不对？也就是说，打开后备箱，看看有没有备胎和千斤顶，包括随车工具，包括三脚架、反光背心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忘了。咱还可以再给销售要一个灭火器，这个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一定要有。上面这些东西都检查完没有问题以后，就可以交钱了。最后一步很重要，就是检查咱们车辆保险生效日期。交强险的生效日期都是实时的，主要是商业险。这个商业险你也得及时要求它及时生效。如果说保险没有生效，你就开车上路了在路上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故，咱自己承受不起，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有那个提车合同，暴弟忘了给大家说，提车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合同给写清楚。比如说车辆上，咱一定要保证不是库存车，不是事故车，不是运损车。如果发现车辆有事故，与咱们以上描述不符，要退1赔3，对不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以上大概就这些了。一般年底大家买车的比较多，买车的时候咱一定得细心，一定得耐心，千万不能说就图个高兴我回去开车就把这些事儿给忘了，那么回家以后你再发现，那就非常的麻烦了。那以上大概就这些了。如果说还有哪里需要补充，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和暴弟交流一下。最后呢，今天视频就到这儿，感谢老铁们的观看。